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张敖老师的讲座。在邀请张敖老师介绍自己之前，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我是点点，我是 UpWoman 的传播负责人。然后我们 UpWoman 是一个，就是在美国注册的这个非盈利机构。我们的目标是，赋权所有的女性性少数。然后这里有我们的官方网站，里面有很多我们近期的活动，然后我们在 YouTube、Instagram 还有WhatsApp 什么等等各个平台上，都是可以联系到的，也欢迎大家 点点 follow 老我们。师你没有 share，没有 share 屏幕。哎，我没有 share，我错了。嗯，对，在这儿。这是我们的网站，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ins。ins 上会发布我们最近的活动，比如这次的活动。这就是今天的活动。然后我们还有 YouTube 频道。今天的活动，如果有朋友感兴趣啊，但是今天没有来的，大家也可以让他们关注我们的 YouTube，之后会录屏分享到这里，不过会就是需要等待一下剪辑。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各方面的，跟性别有关的讲座。然后这里也有我们的很多的微信群，我们有各个区域群，也有主题活动群。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们的雨欣同学的这个微信，也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如果想加什么群的话都可以加。我们有时也会办很多线下的活动，比如各地的美国各大城市，包括欧洲一些城市的骄傲节游行。嗯，总之期待大家跟我们保持联系。嗯，那今天的活动，我们就准备开始。邀请张敖老师也介绍一下自己。谢谢点点谢谢你们这个非营利组织，好像阵容很庞大，而且已经组织了很多活动。我和点点老师相见是在华盛顿 DC 大概1个月以前。我在那儿做一个朗诵会，在华盛顿 DC 的季风书店，然后点点老师在做。正好在做，然后呢就把我我给是你是 对不起，Lori 老师在做。路易对不起路易老师然后呢一来二去我就成了你们今天的讲课的老师了所以我平常是在华盛顿州的那个 Evergreen State College in Olympia 和 Tacoma 在教书所以平常。说话说的很多中英文到处讲课吧。反正那个今天大家如果有问题，我在讲演的过程中如果有问题请举手或者呢在你那个 chat 里边可以写个 notes，然后请主持的点点和其他老师帮我注意一下，然后有什么问题我可以给大家解答。我对你们的组织不是很了解，但是看到路易给我送过去的那些连接，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呃呃很有群众性还很广泛的一个组织。然后我真是孤陋寡闻这次是第一次听说，以后要多关注你们的活动。我今天主要讲的呢，因为平常我是写诗，用中文写诗，但是呢，最近大概10年以来吧，开始用英文写歌剧剧本和几个美国音乐家合作一共有3部歌剧吧在美国的不同的地方上演过。所以这也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诗学发展的一个好像是挺顺理成章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回呢要讲一下，就是说
怎么我为什么想做歌剧，而且呢，这个尤其是这部叫什么Moon in the Mirror 叫中文翻译成镜中月或者镜之月，如果用日语的翻译的话，嗯啊、是怎么产生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也许呢，给大家的自己每个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音乐家、诗人、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和自己的创作中遇到的困难，也许这个歌剧呢能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有一个，也许是有一个普遍性吧 ，universality，that affecting all women's in a different career paths. How to assert ourselves and achieve what we are capable. So so 这就是这么一个思想的过程。我最开始想到嫦娥，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嫦娥是一个非常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符号，而且这个复杂性一直从这个嫦娥原型诞生到现在还都存在着。我想，从中文背景来的，华文背景来的，听众肯定都一提起嫦娥，大家马上心目中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嫦娥是一个非常漂亮、年轻、优美的女性，然后会跳舞然后她有一段爱情是属于一个叫羿的男性射手，然后嫦娥偷了他先生的药长生不老不是可以升天的就怎么说呢？可以长生不老的药，但是呢，他一人吃了2份，就不光是长生不老，而且还升空了对吧？这嫦娥奔月的故事的一个非常家喻户晓的故事但是后来呢，但是你仔细想一下，嫦娥这么在中国文化里边这么家喻户晓，男女女老老少少没有人不知道她但是实际上是个很复杂的一个人物她和她的丈夫的关系肯定是不好了，她自己也有各种性格上的缺点，就现代故事里边。夫妻关系不好，而且遗弃丈夫自己奔月，但是呢，而且没儿没女，对吧？但是从来没说过嫦娥有子女，可是你去道家的道观里边去他们专门有一个月神的牌位，专门有一个屋子就是不是屋宇吧，一个庙是给嫦娥的。所有女性为了求子，为了求顺利生产，如果有病痛，要家庭和睦，要子女听话，都要去找嫦娥说。哎，我就觉得这嫦娥本身家庭又不和睦，又没有子女，她为什么变成了一个 symbol 在中国人心中有一个这么一个复杂的概念。然后呢，说到咱们现代化以后，中国这个月亮探测第一个嫦娥1号现在已经到嫦娥7号了，月球探测器都是以嫦娥命名，又好像又是很科技很现代很阳性的阳刚的一种symbol，所以这个中间的想到的这些问题，就说哎，也许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格局所以呢，我现在呢就分享一下
我给你们这次讲演做的一个OK，我必须能够分享。OK，您现在应该可以共享屏幕，您看看。对，大家能看到我分享的屏幕吗？可以的，能看到。对，好的。所以呢，这就是开始想到写一个关于中国基于嫦娥原型故事的这么一个歌剧。这个歌剧呢，的题目呢就是《Moon in the Mirror》镜月或者镜中月、镜之月，没有一个特别的英文翻译因为是用英文演唱的作曲家也是。一个美国作曲家，现代作曲家 Steven Dembski 他已经去世了跟他合作的时候他活蹦乱跳很有意思。然后我的合作者呢是另一位美国诗人，女性诗人Martine Ballen。他一直对日本文化、中国文化很感兴趣，而且多年在学在习佛吧，佛教的一个practitioner，right？这个歌剧呢有过4次演出，第一次演出呢是在纽约皇后区是他们市政厅的一个文化基金会出资我们做的第一次演出。后来呢，又在那 Cleveland State 做过，在中国新年的时候做过一次演出另一个团队然后呢，在纽约的一个叫Blue Gallery 在疫情刚刚结束不是2022年嘛9月份做过一次演出。然后还有一次演出是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l Art California Art 做过一次，在一个在一个 conference 上面，就是中美诗歌交流的一个 conference 上面。因为这个是2个诗人创作的然后呢又是中国的故事用英文讲，所以可能就是有点另类吧所以关注的人呢也不是主体的那个歌剧系统，而是一些文化系统OK， 关于嫦娥的故事，刚才我给大家也简单概括了一下，我想你们肯定知道的比我还多，因为我是从中国大陆北方北京来的南方其他地方还有台湾和香港有更多的他们讲述的嫦娥的故事。周边的这华语怎么说Sinosphere 各个地方也都有各种嫦娥的传说，就是不一定叫嫦娥，但是就是 Moon Goddess，right， 就是月神的这个故事。然后呢，在中国文化里边讲到的嫦娥，实际上嫦娥和长息是很有关联的。长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长息呢是在《山海经》里边，在秦简和西汉淮南子的等文献里边，它是一个作为月亮之母长息的姐姐，或者是说她的或者是不说她的姐姐吧，就是当时的这个《山海经》里边故事是长息和羲和是姊妹俩同时嫁给了一个叫帝俊的那么一个人但是这个帝俊我们不是特别清楚他做了什么，但是长息和
羲和是女神，确确实实有他们的功力的神力。月亮之母呢，就是长羲呢，她生了12个月亮实际上呢，后来大家认为她是月历或者太阴历的制定者。羲和呢是日历的制定者就是他有10个儿子所以这2个女神的传说，我估计比那个他们后来说作为2个人作为妻子嫁给一个功绩不是特别明确的一个男性神，中间的过程可以从文献，如果你们有些同学对这些有兴趣的话，可能找到这2位女神的这个事迹，可能是比后来他们的男性丈夫要早。但是呢，长羲呢后来呢又变成嫦娥，这也是一个远古的文献中间的这个转折很多，所以有各种说法，或者是长羲是嫦娥的母亲，或者长羲本身就是嫦娥。所以嫦娥不是一个就是人间的一个妻子和丈夫闹翻了，然后去奔向月亮，而是呢，长羲本来就是嫦娥本来就是一个月神，她不过是在地上有那么一段故事而已。Right， 后来的这个后羿与嫦娥的故事，实际上这2个人，如果他们2个人都有单独的事迹被把他们弄成夫妻我觉得也是比较近代的事儿。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单独他们自己的远古人心中的男神女神的原型。华夏文化就是有一个特点，咱们的远古的传说都很片片段段，而且呢，有各种版本，互相之间的关系，已经现在很难理清山海经》里边的故事，在孔子的时候，孔子已经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2500年以前，他已经就觉得这是很久远的故事了，这些传说都无法确定。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那个大陆，你看那个大陆就是各种tribal 各种族裔的，他的那个互相交融、互相征战、互相文化交融、互相牵连的地方特别多，而且特别早，可能牵连的地方比文字出现要早。口述的故事经常就会有这种问题，每个人讲看是谁讲，每个故事都是有很多 version 的，所以交流很早，各地的故事都混杂在一起。神话故事是越短越精炼它的就说明它是越早当时的那个片段和当时人的那个literature 的发展还没有到能讲长篇大论的故事，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觉得中国的这些远古的神实际上比西方的尤其希腊文化那些比较丰富发展的东西不能说是我实际上很难比了，但是并不丰富性不少于他们，只是就是故事讲的很多元化，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天神，从早开始就是这种。所以拜月呢中国的嫦娥祭月神太阴星君，如果你是道家的话他那庙里边主持和睦、女性健康、怀胎顺利、儿女孝顺，这都是这个月神的功能。唯一有一个这个传统一直到现在，8月15还有10天就是8月15了。8月15女性是要拜月的拜月呢拜什么呢？就是拜嫦娥。可是嫦娥这个又是一个如果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衡量的话，是很不合格的一个家庭和睦健康嘛，她吃药 right 奔月了嘛，
喝的是药酒，然后她也没有孩子啊，她也没有怀孕，也没可能也不见得有过啊，但是不知道这是这唯一的一个能看到汉代的一个这个嫦娥形象在汉代文化中的这个重要性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70年代你们还都没有生呢，可能西汉马王堆出土的一个大家都知道金缕玉衣，但是同时还有一个 T 形的一个帛画中里边就画了嫦娥。而且呢，那个帛画里边非常复杂，天界、人界还有阴界。当时人对这个西汉嘛楚霸王的那个楚国的文化的一些痕迹还在，所以淋漓尽致好多那个屈原诗歌里边写的景色在那张画上，就那唯一的一个画上面就能看得清楚不是光是屈原自己的想象那还有一个灵感的来源呢，就是咱们诗词里边经常说到嫦娥一般说到嫦娥都是一种贬义、批评，或者是也有个别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大部分的，尤其是男性诗人写的嫦娥，都是一种觉得她自私活该，right？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是李商隐的，就是以嫦娥的名字，这个诗就是叫嫦娥。OK， 对不起。然后呢，谈到这个探测器了下面是英文中文，如果朋友们听的有问题，可以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因为我不太知道大家的中英文水平。如果需要我用英文再讲一遍，我也可以讲一下。OK，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西汉马王堆出土的那个帛画里边的嫦娥这个帛画是蒙在去世的这个老年女性的棺盖上的附在一个内棺上，然后 T 字形，然后天上人间地下的场景体现了西汉初年神仙方术思想。学者认为帛画的作用是引接使者走向天国下面这些画不是特别能看清楚原画比如嫦娥，你看这是一个月牙，对吧？然后蟾蜍和玉兔在上面，嫦娥的形象是在下面，这已经变成黑的了。你如果放的很大，可以能看到这个嫦娥飞天的那个形象。这是西河的那个10个太阳10个太阳，这现在是8个9个太阳。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后羿射日的这个故事还讲的和现在不太一样虽然一个在上面羲和是他们的母亲，每天要带着一个太阳值班很有意思，就是远古的故事和现在后来他怎么演绎的都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再去看一看，有兴趣那我这个援引只不过是从这个 Wikipedia 上面，你要是查一下这个西汉马王堆简化这个帛画中的嫦娥，就能够找到这个原图，还有一些历史资料馆也会有。所以呢 ，a question 就是说，做一个歌剧，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对歌剧这个艺术形式有兴趣，或者是有经验。作为一部歌剧的话，
投资很大，耗时很长，然后呢需要各种人才加入，right？不是光是一个诗人或者一个作曲家就能做出来的，是一个非常精深博大的一个有西方传统的一个艺术形式。中国呢，其实也是有中国戏剧，基本上也都是歌剧，对吧？中国戏剧没有话剧是一个后来引进东西，但是你想，中国的戏剧基本上是中式的唱法的，都是歌剧，就是剧嘛，就是又有情节，又有对话，又有歌唱，又有表演还有舞台布置西方歌剧呢它的那个表演和东方歌剧不太一样东方的京剧，比如中国的京剧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我是作为作词家，所以我只是就是很大创作团队里面的一个这可以说是怎么说呢用一个话讲，我可以自己称为自己是奠基者奠基者呢也可以说自己很大很了不起，奠基出了一个想法奠基者呢，可是你住房的时候，谁会注意到那奠基里边那个房子下面看都看不到那么一块石头呢？对吧？就是虽然这个故事是从我开始创作的，但是周围我的那个同样就是美国那个诗人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我们俩在讨论怎么把中国的一个嫦娥变成一个对中国文化不见得有兴趣，也不太了解的西方人的对他们有兴趣所以呢，我们就关于讨论这个 universality of the moon goddess， 讨论了大概有半年、1年的时间 ，back and forth，right？中间后来我和马汀写了一个4幕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歌剧的词。就是等于是个史诗似的，就是把嫦娥、长息、月神、日神和他们后来的演绎，和女性生存的问题都写成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史诗。后来呢，我们就去送给一个女性的一个日本的女作曲家，因为我原来想法呢，比较单纯，我觉得。嫦娥，这么多年这么多功劳，但是你想一想连那个《西游记》里面电视剧里边还有嫦娥，猪八戒戏嫦娥 ，right？大家好像对嫦娥很熟悉，但是你仔细想一下，咱们没有听嫦娥说过一句话，唱过一句歌，right？嫦娥是个哑巴，right？我就在想，我说能不能用歌剧让嫦娥唱出来，唱出她的心声，她到底是怎么想的？所有的典故我刚才列举的那些典故都是别人赋予嫦娥的一些说辞把嫦娥变成了一个 symbol 属于随心所欲，但是嫦娥从来没说过一句话，所以这个歌剧的一个想法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听听他自己怎么说当然说话当然是可以，但是歌剧里边最动人的地方还是这个 human voice， 就是歌声 ，right？因为尤其是西洋歌剧那个歌声虽然也是有一些程式和中国那个戏剧有点像，有些程式分一些角色，女高音、女中音、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女低音这种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人身体的一个作为一个乐器，right？ 这个身体和他的那个说的、唱的情绪和思想是结合在一起的。我喜欢歌剧也就在这儿，它就是一个很原本人本身的一个肉体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又和情感密切相关，但是又有词又是脑子里面出来的 ，right？ 又和不光是情感，还有这个思维，统一的一个原始的一个
又直指人心的一个艺术形式，哎，歌剧是不用扩音器的，对吧？所以你这个直接观众就听到这个声音，哎，所以我和马婷就在讨论这个，如果要做歌剧的话，这必须得要把这个嫦娥身上的代表的这个universality 给表达出来。后来呢，就考虑到这个 Moon Goddess 其实不是光是中国的嫦娥，Hathor，这是 Egyptian 嫦娥，她的那个我给大家列了一下啊，她的那个her beneficent side represent music, dance, joy, love, sexuality, and maternal care, right? And he acted as a counsel of several male deities and the mother of their sons. 所以不是一对一的那种夫妻关系，她是一个女神了。同时 sexuality and maternal care, as well as music and dance, joy and love. So she has a lot of important function, right? She exemplified the Egyptian concept of femininity. Hathor is cross boundaries between world, like 像嫦娥一样 helping deceased souls in transition into the afterlife. And then the Greek gods, Selene, as well as Luna, different from Greek to Roman. And the Maya, Iso, this goddess of healing, fertility, and the moon. So the moon and their function is the same, just like a 嫦娥很像的这些。所以呢，这些 deities often embody femininity, change, magic,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cycle of life, childbirth, and rhythm of the earth. We know menstruation, 月经中文叫月经，和英文一样。好多语言里边，这个 menstruation 和月亮是有关系的，月经也是28天，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bodily femininity and but has powers。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歌剧里边呢，它就是talking about the female power， 阴性的力量，对吧？And so make it personified as an archetype of contemporary woman, artist, poet, and writer. 所以长话短说吧，反正是很多困难，但是呢，这个歌剧是做好了是由美国著名作曲家史蒂文·丹姆斯基和我和马汀合作的一个以嫦娥神话为背景的英文现代独幕歌剧。作为英文现代独幕歌剧，就是说有一个角色一场就完了然后演出呢，关键是把那个从那个四幕的一个史诗歌剧变成一个独幕剧，还是这个当时我们首先要一块合作那个日本女作曲家她的建议因为都是出于这个经费的考虑、时间的考虑。一个作曲家要作曲的话，他必须希望能有演出机会。后来他放弃这个，跟我们一块合作，但是我们找到 Steven Dembski 一块合作。可是这个日本女作曲家的建议已保留下来。我和马婷花了大概整个一个冬天把这个四幕歌剧变成了7节的一个非常短的一个独幕剧。镜中月以中国神话中的传说的嫦娥为原型，演绎现代艺术家、现代女性在艺术追求和现实生活冲突的激流漩涡中，经过自我审视和责问，重新发现自己内在的力量和突破困境的可能。
整个剧是一位女中音歌唱家与钢琴对话啊，整个这场戏大概40分钟连续演唱，就是一个人一架钢琴，一个歌唱家，这样呢就把我们所需的经费简化了很多。然后呢，这个剧情梗概我可以把最后那个录像发给大家，如果有兴趣看的话，它就是整个是一天24小时吧，或者24小时多一点，从凌晨到午夜的一天的生活，一共有7节。第一开始是在做梦，这个人，这作曲家的名字就叫人用英文呢也可以念成人，也是听起来像一个叫一种songbird，叫声很优美的一个鸟也是一个人名了。梦幻就是这个人他梦见自己变成嫦娥，在梦里边突然的，然后他醒来以后呢，发现自己流产了。这个人的丈夫的名字也叫羿，然后呢，他醒来以后，因为他是一个舞蹈家，他就开始自编自演嫦娥的舞蹈。然后第4部分呢，就是嫦娥在这个自编自演舞蹈，一照镜子，一发现自己头上生白发出生她说呀，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也许30多岁，所以我在等我的丈夫，一直她整个彻夜，她丈夫没有回来，就决定就觉得这个不能再等下去，然后她推开窗户，看见月升的时候，整个是一个圆月升。然后开始各种想象的一种很短的一些短诗，就关于月亮的一些想象和结合他内心的一些感情的一些咏唱。第6节是这个全曲的一个高潮，他就作为决定看到一个圆月升，听到圆月的召唤。然后呢，他想起来他的小的时候，想起了他的母亲。最后第7节是奔月，然后他吃了那个药或者喝了那个丹，寻梦而去最后的歌剧就结束在这儿，right？时间关系我看一下时间选读一段吧，因为这个是就是这个第6节，他奔月前Greetings, goddess, I see full and pale, to your clarion call I demur. Greetings, goddess, greetings, glorious moon, greetings, mother, greetings, my unborn children, wise and waxing goddess of night, female might. Yes, I hear you in the shriveled earthly form. I am prepared to return to my ancestors' home, the land of my childhood, so whole, reflecting your spectral glow. Yes, desire and dreams I return to where mountains and valleys echo tender tidings, and shadows and flame dance, where laughing water run. Who bears children when I'm both young and old? Who seek a mate when I'm in and young? Who fears lonesomeness when I am life and death? Or why pine away for one man's love when I'm the heart of all hearts? I'm the woman of all women. I do not belong to any one man. I belong to all men and to all women. I see full and pale. I hear your call. Greetings, mother. The eternal mouse returns. So that is what you're going to hear 2 minutes of that scene.
Can you hear the song? Yes, we can. I see full and pure to you clear and demure. Greetings, glorious greetings, greetings, my unborn children. Wise and waxing goddess of night, female might, yes, yes, I hear you. In a shriveled earthly form, I am prepared to return to my ancestors' home, the land of my childhood. Reflecting your spectral glow, yes, desires and dreams, I return to where mountains and valleys echo tender tidings, and shadows flame dance where loving water runs. Who bears children when I am both young and old? Who seeks a mate when I am both yin and yang? Who feels lonesomeness when I am both life and death? Why pine away for one man's love when I am the heart of all hearts?
Okay. And here are some of the photographs from the performance of you just heard. Um, I think it's just before the pandemic. I didn't participate in that show because I was in China visiting my ailing father. Missed that show, but then after that, the shutdown started. Um, anyway, so it was a memorable performance. Really, really. The two artists and the female singer, mezzo soprano Hai Ting Chen, the pianist, her name is Wang Shuai, Cleveland State College. So here is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reative team. The composer obviously is a very important person for an opera. He is very good friends of one of us, and 现代作曲家，他对爵士乐很感兴趣。后来呢，他还有好多即兴的作品。在我们纽约最后一次在纽约的演出的排演的过程中，突然一下去世了，非常可惜啊，呀，Steven Dembski。然后我自己的一些简介，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像刚才跟大家说，我在 Evergreen State College 教书，也做一些翻译啊，写诗和写歌词。马婷也是个诗人剧作家，他也是写诗写了很多年，跟我年纪差不多。演出者海廷晨，他的母亲是他的父亲是一个大概第3代的华人加州的华人，他的母亲是 Ukraine，从乌克兰或者俄罗斯来的，我现在不是特别清楚而且是Russian Jewish person， 王帅帅王非常优秀的钢琴家，这些的这个 projection you see the chisels cut paper cut was not really a paper cut, metal cut. It's by a Japanese designer. The director is also an American director and singer, McBurney. So that is what my presentation. I know I'm a little bit over the time. Please, any questions you would like me to answer, or any comments about our work. And I hope first time you hear Chang'e's voice, are you convinced it's Chang'e? That is a real question for me. 感谢张安老师的分享。那现在大家就可以自由的讨论或者评论，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也可以直接开麦发表你的感想。我看 Grace 你刚刚在称赞老师写的太好了，你想说2句吗？对了，刚刚看到那个视频，我觉得好震撼。然后老师刚刚又分享这个表演者，他其实也是个华裔的后代嘛，虽然是也是混血，但是我觉得还蛮，就是有种机缘巧合的那种，嗯，就是很震撼的那种感觉。他的表演也特别有张力。但刚刚我在那个视频中的那个表演中看到那个最后一句，就是说 internal mouth 嫦娥，这是嫦娥的一个翻译吗？老师，我对前面那个词我就觉得特别的好，但是就是最后一句我觉得有点困惑。老师选择这个嫦娥的翻译是用 internal mouth 的原因有什么讲究吗？问题问得很好，有各种的，可以有各种的想法，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蛾子嘛，飞蛾是追月亮的，他们的 navigation 是完全靠月亮控制，
飞蛾不是像咱们中文里面经常说飞蛾扑火呀什么之类的字，反正都是很 negative，但是飞蛾是很了不起的，在昆虫界里边，它夜间飞行，它们飞行的方向是靠月亮来 guide，而且嫦娥也可以从某种意义讲有人说那个鹅是那个女人眉毛非常美也是峨眉嘛，这个，然后Eternal Mouse 还有正好是有一个美国诗人他写了一组诗，就是认为这个诗人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有这个想法，他们认为诗人，他的认为就是诗人其实，艺术家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和夜间生活有关系的，但不是在一个是一种阴性力量他认为就是诗人的化身就是蛾子就是看来是没有什么功能的事情，而且是在夜间非常嗯嗯阴暗的时候像星星似的在追自己的向往，所以呢Eternal Mouse 也是是个音译吧，就是从嫦娥的名字就是蛾子嘛，而是永恒的一个蛾子永远在飞向月亮Eternal Mouse， Mouse 飞向月亮奔月，也是一个蛾子的形象是想到这个问题呀。哦，对，Chris，谢谢，张老老师觉得这个解释非常酷。我也突然想到，Virginia Woolf 也特别喜欢飞蛾，她的作品里其实常常提到飞蛾作为一种女性力量的象征。然后雨欣还有一个提问，就是想问张安老师在创作过程中有酷儿女性和多元的性别的视角吗？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其实有不少关于性别的性的流动性和多元性的思考，所以有这个提问。我也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刚刚看到那一句 "Who seeks a mate when I'm yin and yang"，这个句就让我觉得非常的酷。是的我觉得你看吧，我在我这个 Facebook 上，不是 Facebook 这个 Zoom 上面，在学校教书，老师们都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那个性别指向要说出来，你是 she and he and I said all，所以你也可以说我是一个蛾子，可以说我是一个男的，说我是一个女的，it 是 he she it's fine，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多维的咱们就说阴阳是两极分化的一种解释，但是我觉得是一个 spectrum 大家想在随时随地你可以确定你今天是什么，你在这首诗里面你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多元，还是喜欢女生，还是怎么样的性别取向和自身定义是一个流动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可以从多元多维的角度来对这个人生对周围的知识abstract and concrete world 进行思考的可能，就给我一种自由性，而且每次可能从不同角度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对于做一个科学来说，或者一个政治家来说，那是 disasters， 应该有个立场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立场就是应该是看你的视角不一样所以你才能够抓到直指人心 universality of human existence。所以呀，跨性别
而且还不光是跨性别哦，就是说这个阴啊阳生和死都要能跨的，right？这是一个对人来说一个大坎儿，你怎么看自己慢慢衰老这个过程？哎，就是每个时间看到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各位在座的，我估计都是比较年轻但是你过了，我就说，尤其女性，大概50岁以后，你就会面对整个世界对你的看法就改变了，那你怎么办呢？所以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提问是想问张安老师在就是出版和安排演出的时候，可能作为一个相对小众的，刚才您也提到这个是一个亚裔的文化那这个过程中有遇到一些阻力吗？您在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创作者，因为其实咱们今天的听众有不少是对，就是也是作为华裔在美国，然后对创作不光是戏剧，也有诗歌和文学的创作感兴趣的年轻的创作者。那这个不知道您对就是这些创作者，年轻的创作者在作品的出版以及作品的落地，比如说如果是歌剧的话，怎么从写作这个歌词到就是能够加入一个歌剧创作团队真的演出这个过程中有任何建议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你要是加入一个正式的一个歌剧院或者是戏剧创作的一个团队那是一个过程，要有各种各样的学历、机缘、导师，嗯，我觉得如果像我这种写诗，然后从诗人要去进入歌剧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这人就是想做不可能做的事情，对吧？要不然的话，这一生不是就是光循规蹈矩只是做别人说可以做的事情，那多没意思了。所以呢，乐趣在这个做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几率是很难控制的。但是呢，如果你是真是喜欢相信你自己做的，比如这句歌剧，我这是全身心投入，因为我觉得让嫦娥发出声音，不是光是中国的一个故事，这个诗，我们这个诗句里边好多的一些词都是其他女性作家写的，而且马汀本身也是一个美国犹太人作家。然后呢，比如我们引用Emily Dickinson's line，这不是刚才你们大家听到那句，其他地方，我翻译了萧红的一些他在日本写的一些短诗，那个整个那个第6节、第7节就是奔月那个时候，其中就有萧红的 Emily Dickinson， 还有Teresa Shaw 我本来原来也有他的词，结果我得不到他们那个 Foundation 的 OK to 用，就是这，还有其他几个，当然我之前 Wolf 但是这个我和马汀当然都是对这些女性作家的困难非常理解，而且困难不一定是光是外界的，还有就是本身自身的性别上从小受到教育的一些自我怀疑，而且女性这个阴柔的力量是很长久的，但是呢，你跟这个墙去碰，有的时候还是要头破血流，所以经常是要走另类的道路。你走上这条路，那你就想办法吧，就是自己相信的东西。我现在的感觉，因为我现在毕竟比大家大概大20-30岁，所以你喜欢的东西，你要做得好，总会有同事来参加的。
我当时和马婷做的时候，慢慢就找到 Steven Dembski，慢慢就找到导演，慢慢就找到其他的。但是就是要跟所有的人说我在做这件事儿啊，我在做这件事儿，我在做这件事儿。哎，别人就说，哎，我有一个朋友怎么怎么样，哎，当然好多就是这种 misleading dead end，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你要 enjoy 这个过程认识好多人，然后碰好多墙，然后不在乎这个的话，而且没有什么自尊心呐，这个就是因为你就要做这件事情嘛，obsessed with it 所以最终事情会发生只要你想做，总是能做成，做多做少，或者你是做大做小，那还是看你那就机运了。但是呢，但是应该能做，哪怕最后你写了写了自己出版，也是一条路嘛，就是自己出版社。这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如果是写诗的话，就比这个做歌剧容易一些，就是说你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出版社。比如点你们这个组织就可以对，我们现在就也有。对啊，对，对啊，有对啊，一样。别人不请你去参加 party， 你就自己开一个 party 就完了，别人就来了，好多人有才的人，哎呀，你们这做的很好啊，我也能不能在这出一本啊？就是是的，是的，哎呀。张安老师讲的太好了，就是感觉你这个心态也特别的好，就是全情投入去创作，但是很忘我，然后也就是说是会不会被承认，或者能不能有这个机会表演，可能心态上也比较看得开，就是专心在做，然后把这个事情说出去，慢慢的碰到志同道合的人，感觉就是听了我也很感动。有类似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很好奇您的个人背景，因为感觉就是您应该就首先比我们要年长一些，然后而且也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是吧？然后后面才来美国。那我们很多人到现在都还觉得，就是特别是因为我们这个社群里是个性少数的女性比较多，所以大家其实会觉得中国的社会很多地方是相对保守的。特别像您那个年代，可能更加如此吧。所以我们很好奇，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怎么能发展出这么自由的，这包括性别上也很多元的创作思想？然后我个人也很好奇，因为您之前是这个分子药理学的博士，是吧？然后但是现在转向了创作之路，所以您这个过程我们也很感兴趣。然后有点相关的一个问题，我合并问了，就是刚刚听众天天也说，觉得您创作的这些内容很有意思，想冒昧问一下，比如说这个故事创作里是不是有跟您自己的亲身经历相关的内容？Right，呀，这我不知道怎么说。先说这个天天的这个问题吧。我觉得这个故事原型背景，嫦娥已经提供了很多，就是典型的女性的考虑的一些问题。已经很多就是几乎是就是女性流产，女性和丈夫不和，然后怎么样升天了，或者出家了，离婚了，这个都是很容易和自己发生，周围的事情太多，没有必要再把我自己的婚姻放进去。实际上呢，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丈夫对我非常支持的丈夫路易见过，我们在华盛顿 DC 一块儿，他也是一个诗人是美国犹太人我来了以后很有幸碰到他，先不说爱情什么个人的那些方面因为他是美国诗人，所以他的那个对世界或者作为不是说光是他就是因为他这个人，他的视角比较广泛，所以我得以跟他在一起一下就看到很多西方文化史的一些书籍和经常和他谈话，从男性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这位男性，
而且现在我女儿也长大了，女儿的也对我影响也很大就是我从周围的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和别人合作，这也是可能也是因为我做歌剧的一个乐在其中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从和别人打交道。其实我不是个很外向的人，但是呢，很喜欢和别人一块儿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交往是比较深的比如我跟路易，就见过一面，就跑到这儿来给你们说这么多话，就是因为就是你想做的事情，有人喜欢了，你就觉得哎，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一块儿做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呢，我从周围吸取到很多正面的东西，让我的生活非常丰富。我觉得这个团队概念是我到美国教书以后才慢慢到我40多岁我才体会到，因为中国那个教育经常是你要和别人竞争，和别人拼。然后你一定要比所有人都好，然后自己有点什么东西都不要告诉别人。我到了40多岁，我才认识到任何要能做得好、要复杂、比较真实、值得做的事情，都是一个合作的关系。你不可能一个人做，像你们这个团队，光一个点点不行，对吧？路易光一个路易也不行，你团队做起来，大家越做越好玩，越做越有兴趣，每个人带来不同的，自己的视角和能力、技能，每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这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一个团队合作。做歌剧呢，就刚才点点问那个问题，做歌剧呢，实际上是一个。不是光是我一个人在那儿，这歌剧其实不是我的。到最后，你看那个好，前面歌唱家，这个表演家，然后是作曲家，然后是导演，然后是舞台，最后一个小小的，是个作词那个。咱们都知道莫扎特的那么多歌剧，但是谁知道给他作词的是谁啊？这很难，你就还得去学习才能找到，对吧？所以到最后这歌剧做完了，我其实是很微小的一个角色，就我跟大家说，我们奠基石那根本看不见的，在脚底下踩着呢，对吧？所以并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呢我关键是我乐在其中，别人喜欢了，别人拿去了，作曲家拿去了，然后呢，作曲家就把他的那个艺术天分就表现出来了。偶尔他来问我，哎，这句词儿怎么回事啊？这个我怎么不明白？你这是不是写错一字儿？后来我一看，哟，确实是我这英文不写错一字儿，还经常有这种情况。但是你看那个我念那个词，光在书面上是一感觉，一唱出来那是完全是另一个层次，对不对？完全就是打动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不是说光一个人在那说这件事儿，是一种一种非常很丰富的表达。所以这个歌剧实际上是Steven Dembski 的他是作曲家嘛所以跟我的背景，因为我过去是学科学的在科学上更是在分子生物，然后我还在美国药厂做过，没有一个真正科学上的重大发明是一个人做的，就是经年累久的这个集体合作，每个人做一部分，每个人做一小，这个整个一个大问题。做他的一部分，别人来吸取这个他做的成果再发展，right？然后呢，所以也可能是从小的科学训练吧，就是让我就是把自己能放得下，能和别人合作，能把自己的真正不是去跟别人竞争。你肯定是有竞争的人，就是说，比如我这团队里边有特别竞争性特别强的，那种人他就特别，你可以去找钱的，去竞争你去投标就是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角色。我觉得我的角色在这就是出点主意，讨论，然后把这个
为什么这样做的深度讲一讲。有时候我也不一定知道，尤其写诗的人嘛，就是写完了以后也不一定那么清楚我为什么那么写，但是我就那么写了。诗人就有一个这种直觉，就是要这么写。比如那几句，就你们听的那个，几乎就是一晚上，就是不到1个小时就写出来了。最后当然马丁改了一些，换了一些词儿，但是那个我就是阴and阳，然后我就是这个 old and 那样，这很自然的。哎，但是别人一问，哎，你为什么那么写啊？然后我就慢慢在想，哎，我为什么那么写？就想出来了呗。所以借你们这个话题呢，我也等于把那个整个过程又捋了一遍所以呢，这又是一层进步。也许呢，你们当中将来有会做歌剧做的比较大的，做剧场的，可以咱们再上演一次。还有一个想法没有完成的是，我其实想到是3个人，还应该有一个舞蹈家，right？或者是呢，做幻灯，就形式上更复杂一个，就是嫦娥嘛，这个最后升天，这歌唱家表演的很好，马汀这个海汀 Chen 表演的很好了已经，但是呢，如果要有一个现代舞的舞蹈家来真正加入创作，不是光是演绎这个故事。可能会更有意思，或者是个 video artist， 就还有可能有更多的丰富的办法，把这个剧变得更有意思一些。而且当时 Steven Dembski 曾经想过要做乐队要有 percussion， 他是比较喜欢 percussion， 而且要即兴的。如果要那样做的话呢，歌唱家他必须得先会唱。但是音乐中间这舞蹈家的过程可能应该就是一个即兴的表演，那样会更有意思。可是现在这些都是想法Dembski 已经去世了，所以不可能再重新创作了，就是非常非常可惜，非常可惜。谢谢张安老师分享更多的这个创作的心路历程。我看天天还有一个问题，你要不要自己开麦问？你方便开麦吗？能听见吗？听见。可以听见。谢谢张儿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会写 short films，然后写剧本，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觉得从开始构思一直到舞台演出，您觉得有哪些环节最有挑战？然后还有就是您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嫦娥，您创作有很多当代的女性的叙述，然后觉得这个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然后觉得观众就是您觉得最难接受、最容易共鸣的部分都有什么呢？谢谢。天天听你口音是北京人对吧？是吗？不知道。今天是北方人吗？我是东北的，但是我在北东北京上过学。听着很亲近。观众最难接受的，在中国观众里边，第一次在皇后区表演的时候，观众最难接受的是怎么他们想的是因为是中国故事嘛，但是作曲家是西方作曲家，而且是现代音乐，所以这么唱这么难听啊。这我就没办法了，我觉得很好听，但是有观众说：“哎呀，这唱的怎么也听不懂，唱的是什么呀？为什么要用英文唱啊？”所以这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怎么说呢？不只能是小众，因为我这个故事呢 ，Steven 也曾经想拿到香港去演出觉得香港应该是中英文应该都能听，可是最后也还是没有做成，因为我只是给你讲我们做成的还没有做成的太多了，去香港当时人家拿了去看，觉得挺有意思的，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找钱没有找到所以也没在香港没有演出成。
所以找钱是一个问题，还有这个受众的问题，就是说你一个嫦娥。虽然变成这儿不是说嫦娥只是其中的一个故事，这个里面有一段舞叫嫦娥，实际上这个主角是他的名字叫人，拿到中国人说中国那为什么你不用中文写啊？个，所以这个语言还是一个歌剧的语言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东西，因为作曲家他的那个好的作曲家，比如像 Steven 这种，他那个作曲和演唱。音乐和这个语言是有关系的啊，不是说你随便翻译成中文就能翻译成中文，所以这是一个很难跨越的一个挑战啊。你受众是谁，尤其是跨界的东西，哎，把这个故事翻译成中文，那就得重新那词儿得重新写，就是得用比如说中国戏剧变成京剧，那这就是另外一个唱法。也有人曾经跟我说过，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剧作家说，那你不是这个剧，是后来我还写过一个蔡妍的一个故事，说你这个蔡妍的故事干嘛用英文说呀？咱们你中文不得了。可是我觉得蔡妍的故事，中国人可以讲，这个外面人不知道嘛，就是说这个。蔡妍其实很有故事，实际上是个女先锋了，就是文化跨界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女先锋了，身世其实也挺坎坷的啊，跟那个郭沫若写那蔡妍，这个她简直就是糟改，就是咱们就不说了吧，反正这就是困难，就是一个受众的问题，怎么想能够想到剧场最后演出。我最近的一个23年一个演出是，另外一个歌剧是讲这个 Tacoma Massacre， 是讲当年在华裔1885年从 Tacoma 这个离西雅图不远的一个城市，给全部驱逐出境的那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用英文写的，虽然是讲华人社会的这个，主要因为的对象主要是。给 Tacoma 的人看的，就是当年他们把中国人都赶走了，然后我写的这个剧，这个剧本开始是一个 Tacoma Opera 邀请我来写，写了以后我写完了以后，根据历史的记录写完了以后呢，这个剧院突然就觉得不能演，这写的有点太丑化他们了所以呢就搁了大概10年的样子没到快7、8年吧，7、8年8、9年的样子。后来呢就突然就是出来这个作曲家就慢慢在这8、9年里面就慢慢把这曲就做出来了，也在周围演出了一些就是片段嘛。后来呢，就是 pandemic 突然一下就风起云涌的反华浪潮又开始起来，好几出就是亚裔的老人被推倒，还一个韩国的一个女的还在曼哈顿还死了，就是受伤一下，伤势很重，就这种反华，因为是武汉病毒嘛，就反华浪潮很多，有时候这种事儿。反而能推动你的作品，虽然是有这个对华人来说，作为生活来说可能有增加一些困难和危险，但是呢，比如海婷，她作为亚裔，虽然她长得基本上，还是能看出亚裔，她跟她父亲还是挺像，但是基本上能 pass，就说不一定是亚裔。他就说他那时候在纽约住发生那些事以后，他头一次从加州到纽约住了那么多年，头一次觉得晚上这个走路得东看西看的，就是害怕别人就是突然对他推他呀，或者怎么样的。就在那种情况下 ，Tacoma 的那个 Opera 他们那个 Board of Director。就是说，后来我们去把这个剧又送给他们，他们说：“哎呀，我们一定要做这个剧，当年我们犯了错误了，现在一定要做这个剧，我们要把这个改正过来，给我们一个纠错的机会。”然后就在那个那是 Trump 第1任嘛，就是在那种环境下，
整个 board 大家全出去找钱。哎，这跟我都没什么关系了哈，这是人家也没见我，就看了这个剧本，然后说我们一定要做这个剧，不能再耽误了。然后呢，National Foundation of Art 给了我们2万块钱，这歌剧来说2万块钱那就整小钱，是200万差不多啊，或者起码20万吧，2万块钱，但是呢，就从那儿开始，然后那 board 就最后找到也没有很多钱吧，叫14万啊，把那个剧就做出来了。23年上演，在 pandemic 刚完，当时演出排演的时候，这还好多人还都戴着口罩呢，你看，然后这个剧本出来以后，然后那个导演是西雅图的一个职业歌唱家啊，但是他岁数比较大，就开始做导演，然后他就在他们歌剧界有一个群吧，算是，然后就发我们需要亚裔演员，因为我那个剧写的一半演员是亚裔的，主要是华人社区的，一定要说希望是亚裔，不一定是中国人啊，但是亚裔的。然后呢，那些亚裔的好多中年年轻的歌唱家马上就应征，因为很少钱呢给了他们，因为我们的经费就是很少，说你们可以住在这边 board member 家里边，我们可以车送给你们报机票，然后吃饭我们可以这个 local 这资助的这些饭馆的人给你资助，但是报酬实际上很少，要一个新歌剧，那个是个 full opera， 就是2个小时的一个 opera， 要排演1个月，然后那整个那个城Tacoma 那个歌剧院那个城里边的支持者特别多，就是好多人就是要听这个歌剧，一定要把这个歌剧演出来。那些亚裔演员参加了以后因为他们平常都是唱莫扎特呀，唱Verdi 啊，然后都是一些西方演员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都是很好的歌唱家，然后好多人特别感动，说：“哎呀，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我是 authentic 啊，我在唱一个中国女人呐，我在唱一个中国的男人呐，虽然是最后男女主角这个夫妻2个都是韩国人然后那个另外一个次一点的中国的那个男主角是菲律宾。”都是菲律宾的华裔，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应该是个中西方都无所谓的一个正面人物，就是一个神父，也是一个菲律宾的一个男歌唱家，就是不是男高音了，叫 countertenor， 就是唱的比女生还高的那种哎，他们而且在一块儿又玩的都很好，在吃住在一起。然后其实我就是在旁边看偶尔去看看他们表演，都是导演演出，他们全是在那就是他们的 project， 所以真是挺开心的就是这么这个有很多困难，但是呢还是能克服。张老师，您太强了，您刚好无缝衔接，把2个问题都回答了。就是刚才倒数第2个问题问您最大的挑战，您说到这个受众说到各种的困难，那刚好最后一个问题是问您有什么其他的作品，结果您刚好也都介绍了，是不是？还有这些都是做成的东西还有好几个现在正在玩命的东西，但是没做成的那就不再说了吧。反正是而且还要写诗呢，这个诗是每一首诗实际上都是一个挑战，从头来那个没有过去的经验和你新的创作得重新开始，所以这也是好，就是文学创作的任何创作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没有重复东西，重复东西就没意思了嘛，对吧？重复东西别人也觉得没意思，你自己也觉得没意思，所以这个就所以我就挺高兴的呗，就是比较快乐这个创作的太好了，对，创作让我比较快乐。
那我们差不多也到时间了，今天特别感谢张昂老师您这么热情的分享，而且感受到了这种创作者的激情，相信今天来听的很多朋友都是非常有共鸣的。我看聊天框里、聊天室里大家都在说，做这些都是在为爱发电，就是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交到的朋友什么的，所以大家都说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呀，不谢不谢。然后呢，谢谢你们邀请我啊，路易邀请我，还有点点在这儿主持，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啊。哎，你们如果在西雅图的话，下次表演一定要来参加。好啊，好啊，非常希望以后有呀机会合作啊，啊，然后希望能亲自去看您的一些剧，对，呀，好的，张好，老师，那你飞过去。那好，真的再见，再好，见。谢谢大家来参与，谢谢张老师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拜拜。拜拜，再见，谢谢大家。谢谢张老师分享，非常感谢。拜。